那当然，回到这个军事的部分，澳洲的对抗其实是有许多可以作为台湾的借鉴哦。这部分老师您又怎么分析呢？澳大利亚这次和美国加强军事上的结盟，而且直接引进美国的核动力潜艇是一个中共没有料到的重大举动。那么，这是澳大利亚看清楚自己国家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之后采取的战略上强化国防的必要措施。那为什么这么讲？从中共在南太平洋布设军事据点的地理位置来看，中共构想中的未来的海空作战基地是分布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面、北面和东北，正好是遏制澳大利亚向东北方向和它的主要战略盟友美国的海运通道。那么再考虑到我们以前节目里也提到，中共同时还在澳大利亚西面的东印度洋用那个无人潜水器在积极探测核潜艇航道，这个我在以前节目里多次介绍过。那么这样的军事战略布局显然不是中共本身它的国防的需要，而是针对澳大利亚的一种战略式的两面包围布局。我注意到过去10多年里的中共军方花了大量的人力，翻译了许多太平洋战争时期南太平洋各岛作战双方的回忆录。它是为了方便中国的军界人士，不但是熟悉各岛的地理特点，也了解在南太平洋地区作战的国家过去积累的战争经验和战场战术，还有后勤运输方面的种种问题。当然，中共搜集这些知识不是出于历史研究的好奇，它有明确的现实目的，所以可以合理推测，中共正在模仿当年大日本帝国南洋作战的战略企图，为准备获取必要的战略资源而战。但是呢，对中共来讲，南太平洋各岛国没有多少值得中共去夺取，用战争来夺取的战略资源。但是中共有一样战略资源，我们前面讲到过了，我谈了很多关于铁矿石的问题，这就是中共的要害。中共在中美冷战状态下，它会特别需要扩军备战所必须的铁矿资源，因为钢铁是军备生产的粮食。现在中国恰恰是钢铁工业陷入了铁矿困局。我刚才前面提到18个大中型铁矿已经2个关闭了，其他的铁矿产量不够，只能满足1/5的需要，4/5要进口。那么现在开采的铁矿当中，不少矿山的铁矿石品位不但低，而且产量少，尤其是它矿石当中的这个金属杂质和这个非金属元素，都影响到钢铁产量的提高，让这个炼出来的用国产矿石炼的钢铁没有办法用在造海军舰艇的那些特殊钢材。再就是它的，我前面也讲到，它露天开采铁矿已经到了极限。这个如果改用井采，就是挖竖井下去，那么井下的温度会超过人体耐受度，加上通风不容易，开采成本急剧上升。那么中共现在是在觊觎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资源，它是完全有可能想一战夺取澳大利亚，而为此做准备。那么澳大利亚现在引进了这个美国核潜艇，有人说它是什么核扩散，其实这是属于缺乏常识。澳大利亚引进的美国核潜艇是属于核动力常规潜艇，它和同样使用核动力，那和发射这个洲际这个核导弹的那种核攻击战略潜艇是不同的。核动力常规潜艇不装备核武器，它的攻击型武器就是普通弹头的飞弹和鱼雷。那么中共的核潜艇已经进入澳大利亚沿海，他从来没有说那会破坏核扩散。那么澳大利亚在自己的沿海使用核动力潜艇有什么不可以？那么澳大利亚其实早就准备根据中共的海上威胁，想增强自己的潜艇舰队。它原来呢是向法国采取常规动力潜艇，就柴油机动力潜艇。但是因为几年前美国还没有制定自己的印太战略，所以不同意向澳大利亚出口核动力潜艇。那么去年年底是川普总统公布了美国的印太战略，那么现在拜登也同意加强澳大利亚海军的潜艇舰队。那美国提供的这种核动力潜艇比法国的常规动力潜艇优越的太多了。
因为潜艇在水下潜航的时间越长，它的隐蔽性才越好，被对方发现的可能性越低。那么法国这种柴油机动力的潜艇在水下，这种潜艇台湾也有，这种潜艇在水下只能靠蓄电池供电，那么10几个小时以后电池就耗尽了，所以那时候不管它水面上有没有危险，它都必须浮出水面，启动柴油机为电池充电，同时要更换这个柴油机这个转动期间这个电还有电池释放电量时候排出来的各种有害气体。那么美国的核潜艇的技术已经有60年成熟的技术了，这是非常可靠的。那么更重要的是说，澳大利亚的国防强化计划和跟美军合作，实际上是具体落实了美国印太战略在南半球的部署。那么我们以前介绍过，川普总统曾经希望为美国实现美国的印太战略，要在南半球的印太海域组建美国的海军的第1舰队。但是这个设想因为拜登坚持要裁减军费而遭到破坏。还好呢，澳大利亚自己是看到了他的国家安全面临来自中共的威胁，所以挺身站出来与美国合作，从而多少填补了缺少美军第1舰队这个空白。那么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的3方军事合作就增加了对中共从南面包围的部署，而且这个部署靠近中国现在正在建造的这个南海的通过造人造岛建军事基地的这个计划。那么它就和这个北面有关岛日本的部署，南面有澳大利亚部署，这样构成一个2面的包围。在一定程度上呢，这种澳大利亚的这个和美军的合作，破解了中共对澳大利亚的2面包围，也分散了中共的海军军力，间接的就减轻了台湾周边中共海军的压力。因为等于说过去这个中共一直认为说澳大利亚这个海军太弱，对他没有威胁，所以他把这个南海的公海海域占领了以后，他想把它都作为核潜艇的这个深海堡垒，然后认为那是安全的大后方，没有周边国家都很弱，海军都不值一提，所以他不用担心这个大后方会受到威胁。但是现在澳大利亚有了自己的核潜艇，中共就不得不增调海军军力，从南海舰队往这个澳大利亚那边派，要防卫他这个所谓的新造的这群这个人造岛群，这个军事基地群。那么调的舰艇越多，它在这个台海水域活动的舰艇就会相对减少，所以它是间接的在减轻台湾周边中共海军的压力。那么我觉得澳大利亚的坚定决心也是对台湾的启示，至少有3点。第一点呢，就是澳大利亚能够真正看清中共的军事威胁意图，台湾当然也能看清，因为这是同一个意图。那么第二，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现在已经不是所谓的统一那么单纯了。事实上，我们从中共对澳大利亚的军事威胁可以看到，中共的军事威胁台湾是它的印太战略的一环，也就是说，从此再也没有所谓单纯的两岸关系了。实际上只存在说台湾是不是和阻止中共侵略的周边国家合作的问题，还是说和那个侵略者合作。那么第三，在中共自己的棋盘上，台湾是他进一步军事威胁美国的前进基地和绝对国防圈上的战略要点，就像他的达鲁岛计划是威胁澳大利亚的战略要点一样。所以对台湾来讲，今后只有2条路，要么是与盟国一起自保，同时也互保，要么就是成为中共攻击其他国家的出发地和战场。换句话讲，就是台湾要么为自保而战，要么是屈从中共之后变成为中共而战，去打别的国家。我在看这个2战史的时候注意到说，在日据时代，台湾人就被迫参加过对盟军的战争。比方讲，当时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在这个台湾的北中南地区设置了5所热地农业技术园炼成所，派台湾的农民前往南洋各个岛上种水稻去养活日军。
我看到有一位台湾的年轻人叫王华雄，他是在虎尾农业技术团培训以后，1943年3月和来自台南、台中等地的这个台湾的农业技术员搭乘客轮到南太平洋不列颠群岛的日本的拉保尔海军基地去，结果他的船途中遭到美国潜艇的攻击，他的船是勉强抵达了，但是更多的台湾青年所乘的船被击沉，命丧南太平洋。那么现在台湾并没有被共军占领，还是民主政权。那如果有人盼望说，像日居这样的共居，让共产党来统治占领，那么如这样的选择的后果是什么？台湾其实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已经经历过了。那么现在澳大利亚给出来的是一个正面的激励，当然我们也看到反面的例子，比方讲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里面出来过一个汪精卫的投敌，还有一个汪精卫发动的所谓和平运动。我是很希望说，这是国民党的和平运动的最后一次，就是说汪精卫之后，我们不希望再看到有第二个汪精卫了。